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来进行一场深度的商业逻辑拆解，探讨一个被金融界称为资本主义特洛伊木马的隐形力量，就是私募股权，英文简称 PE。这个名词听起来可能有点遥远，或者充满了华尔街那种遥不可及的高级精英感，但其实它的运作逻辑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你我的工作薪资，甚至是未来的退休金，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今天不谈艰涩的数学公式，而是要直接剖析这个产业背后最核心的商业诱因，带大家看懂这套让极少数人能够稳定获利，却可能让整个社会承担巨大风险的金融机制。这是一场纯粹逻辑与商业洞察的对话。准备好的话，我们就直接切入核心。我们继续聊下去啊。根据我们统整的权威数据显示，目前在美国高达1200万名美国劳工其实是直接受雇于由私募股权公司所控制的企业。1200万人，这是一个极度惊人的数字，对吗？这几乎等同于台湾1半的人口数量了。这个产业目前在市场上管理着将近8兆美元的庞大资产，他们并不是大张旗鼓的宣告天下，而是悄悄地系统性的收购并控制了美国1半的地方日报、大量的基础医疗设施，甚至包括了你我熟知的许多经典消费品牌。当一个单一产业拥有8兆美元的跨国影响力，并且实质掌控了1200万个家庭的生计时，我们就必须严肃地检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套商业模式究竟是为实体社会创造了真正的价值，还是只是在进行一场极度精密、合法但却残酷的财富重新分配？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为了真正理解这场资本游戏的规则，我们必须先拆解一个金融专有名词，叫做杠杆收购，英文简称 LBO。这也是私募股权最常使用也具争议的并购手段。一般人在商业世界里买东西，比如说你要顶让一家咖啡厅，你必须自己掏钱，或者自己向银行借钱。如果咖啡厅倒闭了，这笔债务就是你要背，这很合理。但是杠杆收购的逻辑完全不同。私募股权公司在收购一家目标企业时，他们会向银行借入一笔极度庞大的巨额债务。但是请注意，这笔债务并不是挂在买方，也就是私募股权公司自己的名下，而是透过复杂的金融操作，直接登记在被收购的那家企业的财务报表上。这个机制的关键在于，私募股权公司完美地将风险完全隔离了。如果这家被买下来的公司未来发展良好，私募股权公司就能享有丰厚的利润分红。但如果这家公司因为背负太多债务而倒闭，私募股权公司本身并不承担任何还款责任，他们拿别人的资产去抵押，然后把致命的风险留给了别人。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传统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核心精神非常直观，企业主的获利是完全建立在公司成功运营的基础之上。公司赚钱，老板才赚钱；公司倒闭，老板就跟着赔钱，对吧？这是一种利益与风险高度一致的健康结构。但是，当我们仔细对比私募股权的收购模式时，我们会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对自由市场机制的哲学性腐蚀。在私募股权的精密模型中，他们的获利来源往往不是等待公司真正赚钱，而是透过各种名目的管理费、监管费以及大举出售公司原有的实体资产来进行价值榨取。这意味着，无论这家被收购的企业最终是存活还是死亡，私募股权公司都已经在这个过程中把最甜美的利润提前抽走了。这种企业存亡与经营者获利彻底脱钩的现象，正是这套系统最危险也最为人诟病的根源。重点来了，根据一份严谨的学术研究数据指出，由私募股权所拥有的公司，其宣告破产的几率是一般正常经营公司的10倍之多。这是一个令人非常震惊的对比数字。我们必须提出一个深度的逻辑反思，在任何正常的商业领域中，如果一套商业模式会导致底层资产拥有高达10倍的失败率，就像一款汽车有10倍的几率会刹车失灵一样，这套模式早就被自由市场的机制给淘汰了。但是为什么私募股权模式却依然能够在华尔街大行其道，甚至规模越来越大？
答案其实很简单，也很冷酷，因为这套系统对投资人、对私募股权公司的操盘手来说是极度有效的。只要操盘手能在公司破产前将巨额费用与利润安全撤出，这10倍的破产率对他们而言就只是一个与自己无关的统计数字而已。受伤的永远只有底层员工与债权银行。接下来进入第一部分，媒体与零售业的陨落。让我们来看看私募股权模式下的真实牺牲品。了解了这些抽象的金融逻辑之后，我们需要透过真实世界的商业案例，来看看这种诱因错位的结构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什么样的毁灭性打击。我们首先将目光聚焦在媒体产业。大家知道，媒体产业本身在数位转型的时代就已经面临了巨大的挑战，而私募股权的强势介入，往往不是带来资金的救赎，而是加速了企业文化的崩解。让我们以美国知名体育媒体网站 Deadspin 的收购案为例。这原本是一家拥有极高读者忠诚度、具备独特观点，并且拥有实质获利能力的媒体网站。但是，当一家名为 Gray Hill Partners 的私募股权公司收购了它之后，灾难就开始了。这些华尔街的财务专家完全不具备媒体产业的专业知识，他们只看得懂报表上的数字。他们盲目地砍掉了网站中最受欢迎，也是财务数据表现最好的特色专栏，因为他们无法理解这些内容的无形价值。他们甚至单方面设定了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要求这个小众体育网站必须达到像 ESPN 那样的巨大规模。这种完全缺乏产业理解、单纯想用财务报表来逼迫企业无底线扩张的行为，最终彻底摧毁了这家原本获利良好的媒体。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如果说媒体业的损失是文化与人才上的，那么零售业的损失则是血淋淋的资本榨取。我们来拆解私募股权对付知名玩具品牌玩具反斗城所使用的无情策略，这在金融界被称为售后回租。这个策略分为4个非常精准，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冷酷的步骤。第一步，先收购这家公司；第二步，将这家公司原本自己拥有产权的房地产全部卖掉，这笔卖地的庞大现金理所当然是流向了私募股权公司的口袋。第三步，要求这家公司继续在原地营业，但是必须向新的地主缴交高额租金。第四步，私募股权公司继续向这家公司收取高昂的营运管理费。大家可以仔细思考一下这个逻辑：一家原本财务稳健、拥有自己土地的企业，在一夕之间突然被迫要为自己原本拥有的土地支付庞大且无止境的租金，这就像是强迫一个人卖掉自己的器官，然后再高价租给他维持生命一样荒谬。伴随着这个售后回租策略而来的是一座压垮骆驼的巨大债务大山。根据资料记录，其实玩具反斗城的本业一直都是有在赚钱的，但是他们在被私募股权收购的过程中，身上被硬生生挂上了高达52亿美元的沉重债务。这导致了极度荒谬的财务状况。在某些年份，玩具反斗城必须将其总营收的90%到110%全部用来支付这笔债务的利息。请注意，这仅仅只是利息，还完全没有触及到本金。这种纯粹由金融工程所制造出来的巨大财务压力，不可避免地将玩具反斗城推向了破产的深渊，最终导致了33000名员工被无情解雇。而且因为公司宣告破产，这些辛勤工作的员工连合约上保障的资遣费都完全拿不到。接着我们进入第二部分，医疗危机的升级，来看看当这套模式入侵社会基础需求时，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继续聊下去，牺牲一家玩具店或许对整体社会的运作影响不大，但是当私募股权公司将这种一模一样的金融工程与榨取逻辑应用到社会运作最核心的基础需求上时，情况就变得极度危险了。那我们看看发生在美国怀俄明州里夫顿市的真实悲剧。里夫顿医院原本是一家能够稳定获利的地区性医院，这对于地广人稀的乡村地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然而，当知名私募股权巨头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收购了这家医院后，为了让财务报表看起来更漂亮，他们开始进行极度激进的成本削减。他们直接裁撤了整个妇产科部门，导致当地妇女无法在自己的社区安全分娩。接着，他们砍掉了普通外科。到了最后，这家医院的资源被剥削到连最基本的急诊照护都无法提供。
根据当地的新闻报道，甚至有孩童在下午5点之后不小心割伤额头。这家原本设备齐全的医院，竟然连进行基本缝合手术的资源与人力都没有了。一家医院在私募股权的管理下，完全失去了作为医院的基本功能。重点来了，这种疯狂削减基础医疗服务的行为，产生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连锁后果。根据客观的数据统计，由于当地居民无法在里夫顿医院获得基本的医疗处置，只要发生稍微严重的紧急状况，他们就必须最态转移到更远的大型医疗中心。这导致该县市呼叫极度昂贵的医疗直升机航班数量，在短短几年内暴增了650%，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增长率。而这里面隐藏着一个极大的讽刺，甚至是极度扭曲的商业诱因。许多提供医疗直升机服务的公司，其背后的大股东，往往同样也是其他的私募股权公司。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们从削减地方医疗服务中省下了巨额成本，同时又从因为医疗匮乏而暴增的直升机需求中赚取了暴利。这真是一个被华尔街精英计算的完美无缺，却建立在民众痛苦之上的利润回圈。针对这个扭曲的现象，资深商业记者梅根·格林维尔在进行深度调查后，说了一句非常精辟、一针见血的话。他说，在私募股权的世界里，无论你拥有的公司是生是死，你都能赚钱。这句话完美且残酷地总结了这个产业最深层的结构性缺陷。当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需求，像是医疗照护系统，或者是支撑无数家庭生计的零售业工作，被华尔街的金融模型仅仅视为可以用来进行财务榨取、用完即丢的免息消耗品时，我们的社会安全网就正在从内部被彻底瓦解。接下来进入第3部分，最大的讽刺，我们来追踪资金的源头，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幕后金主。当我们把故事看到这里，很容易将所有的矛头指向华尔街那些贪婪的金融大亨。但是，如果我们将叙事的视角拉高，进行宏观经济的深度逻辑分析，我们会发现一个极度残酷且充满讽刺意味的真相：这个高达8兆美元的私募股权管理资产，到底源自于何处？大众普遍有一种迷思，认为私募股权基金里面的钱全部都是由金字塔顶端的超级富豪、神秘的家族办公室或者是跨国财团所提供的。如果这真的只是富豪们的数字游戏，那或许与一般人的关系还不大。但事实的真相却远比这个复杂，而且与我们每一个每天努力工作的平凡人都息息相关。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根据资金来源的数据解析，隐藏在这些私募股权基金背后最大的金主，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超级富豪，而是大型公共退休基金以及大学的捐赠基金。以全美国最大的公共退休基金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为例，他们将大量的资金投入了高风险的私募股权市场。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因为随着人口老化与传统投资工具的报酬率下降，这些退休基金面临着极大的给付压力，他们必须在市场上寻找高达7%到8%的绝对投资回报率，而传统相对安全的债券市场早就已经无法满足这个需求。这代表着一个惊人的事实：那些每天辛勤工作的教师、消防员、护理师，他们每个月从薪水中扣缴的退休金储蓄，正是透过这些大型退休基金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私募股权公司的手中，成为了他们发动一次又一次无情杠杆收购的强大银弹。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哈，我们发现这其实是一场极度残酷的零和游戏。这在经济逻辑上构成了一个完美的矛盾。公共服务人员的退休基金为了确保未来能够支付自己的退休金，他们向市场要求极高的投资回报率，而私募股权公司为了达成这种高回报率，他们拿着这些教师和护理师辛苦存下来的钱去收购零售业，去收购地方医院，然后透过大量解雇其他蓝领劳工，削减其他护理师的工作资源来榨取利润。这等于是劳工阶级的资金正在无意间资助了一场针对劳工阶级本身的经济破坏。在这种荒谬的体制下，一般大众无论身处哪一个位置，最终都必须承受损失，而唯一永远不会承担风险、稳赚不赔的，只有那些收取高额手续费的私募股权操盘手。最后进入第4部分，重建市场机制。我们来探讨如何务实地修复这个扭曲的诱因结构。
面对这种系统性的市场腐败，难道我们只能全盘否定，将整个金融产业彻底摧毁吗？其实不需要这么极端。我们不需要去争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因为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自由市场本身，而在于市场规则的设定出现了严重的漏洞。我们需要的是务实的政策修正，透过重新建立市场机制的问责制度，来修复这个被严重扭曲的诱因结构。许多财经专家与研究报告提出了一个非常精准且优雅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强制实施债务共同责任制度。我们前面提过，目前的乱象在于私募股权公司可以把借来的庞大债务全部推给被收购的企业。如果未来的政策能够强制规并，私募股权公司必须为他们加诸在投资组合公司身上的债务承担一定比例的法律连带责任，这一切的游戏规则就会瞬间改变。这在商业术语上叫做 skin in the game， 也就是你必须把自己的利益也放在砧板上，与企业共存亡。一旦私募股权公司需要自己承担债务违约的真实风险，他们就再也不敢进行那些不负责任的恶意收购，他们将逼迫寻找真正具备成长潜力、能够永续经营的企业进行长期投资。这不仅保留了资本市场的流动性，也实质保护了实体经济不受恶意剥削。究竟我们是要勇敢地重新调整风险与责任的分配，还是要继续放任这套扭曲的系统，直到它将实体经济彻底吞噬殆尽？这是一个所有市场参与者与政策制定者都必须严肃面对的终极问题。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私募股权利用杠杆收购，将债务风险转嫁给企业，导致实体经济与基础设施面临极大破产危机。最讽刺的是，这场资本游戏的庞大资金往往来自劳工的退休金。唯有推动债务共同责任，让投资方与企业共存亡，才能真正修复这个失灵的市场机制。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期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